好，丽哲今天要来介绍这个题目，好可爱哦，《二代流浪记》。其实这两位一点都不呆，这两位是现在当红炸子鸡最夯的。我们欢迎宣扬跟静华。大家好，他是朱宣阳，他是曾静华。好了，其实我跟宣阳终于是网友见面。对，我们最后一次访问那时候还在疫情期间，逆局的时候。对啊，在逆局在线上，然后静华中间已经也有很多好作品哦，然后现在这是第一次你们担纲实境秀的主持人哎，这个体验应该跟演戏是完全不一样吧？可以分享一下吗？我们这一次参与，我自己是因为我长期在演戏，对，然后我想要找一个方式去让自己放松，那刚好这个节目就来了，对，我想说就带我的好朋友，然后我们一起出去走走，这样也蛮好的。第一次主持，然后刚开始会觉得有点压力，但其实后来了解整个企划的时候是，我觉得我每一站的故事遇到的人才是主角。所以我们反而是透过我们两个的视角去跟他们互动。其实静华有讲到当主持人的一个精髓耶，其实主持人永远都是配角，因为真正的主角是我受访的人，这个我真的深深的感觉。每一次我都是要来介绍出你们的，所以我们宣扬也有同样的感触吗？你觉得跟演戏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因为演戏我们就是背台词跟理解剧本，然后沟通的对象就是导演跟演员而已。对。但这次我们要跟很多不一样的陌生人，我是学习到很多怎么去讲话。这种实境秀应该没有台词可言，对不对？对，是真实的。你们讲的每一句话其实都是真真实实。我们甚至有时候连临时应变的下一件事情，或是下一个任务要干嘛，我们都不知道。哦。然后在里面其实真的就是完全没有 C 的成分，90%是完全没有 C 的。其实我觉得这个也许对宣扬而言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哎，因为宣扬其实我们看每一次记者会，你几乎话都很少，好像在你这里是句点的。为了符合短片的精神，我们就不聊太多了。好。虽然时间都不是很长，但是停留在观众心里面的回响跟长片是不相上下的。是的。你在这整个拍《二代流浪记》的过程当中，你要跟这么多陌生人互动，你觉得你有克服你的社恐吗？说克服倒没有，但是我觉得，所以还是有社恐。对，但是因为，所以你现在这样我会紧张吗？现在妹不会遇过，我遇过你。OK， 好，很好，一回生二回熟，继续。对。但是我觉得重点是对我最大困难是，我也很容易累，因为太多不一样的变化太大。那我的精力要投入在一个人身上，没过多久之后，又要换下一个专注点。这个切换，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比较困难的，就有点像我同时要一直演不同的角色一样。那静华有怎么样带着你的兄弟去完成这个对他而言反而相较比演戏还要难的任务？我觉得我们两个是互相的在学习彼此身上的优点。因为像比方说像小猪你说他前面宣传就是话很少，可是他虽然话很少，可是我觉得他反而是一种他自在的方式。反而在他身上，我是学到很多要怎么透过自己，然后完完全全的在镜头前表达出自己的感受还有情绪。就是我觉得《二代流浪记》，你们一定可以看到他很多的面向。那说你们的私交本来是怎么来的？因为其实这是你们第一次的荧幕合作，但私底下你们本来就是朋友的。为什么你们会这么好？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北影非常新人的时候，然后那一届我们刚好在同届，对，然后那时候见面话也不多，对，但我们都很欣赏彼此的作品跟角色。那真的又更熟一点是在逆局里面的合作，虽然我们没有对到戏，对，可是常常都在收工的时候碰到，我们就开始聊一些戏上面的东西。我很好奇，其实再怎么亲的兄弟都会有意见不同，甚至会吵架。你们两个会吵架吗？而且我不知道你私底下是不是也是这么的内敛？你不高兴的样子是什么？你看像刚刚他那样子，他讲话就是讲那种，就是他会一直讲噼啪啪啪。那我一开始会觉得说，静华，等一下，你快睡着了，
但我还是会认真听。所以你那只只有内心的 OS， 因为他从拍节目到现在都是这样。那我觉得你蛮了解没有人喜欢讲话被打断。那我也知道他想把这些事情都讲出来。那我觉得我能做的就是倾听这样。所以基本上你也没有什么情绪，你的不高兴只是内心说我想睡觉这样子而已。其实我话也很少，对，但就是他为了填空我的那个空白。所以其实这是静华贴心的表现，对不对？我那时候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你累的时候没关系，你交给我。对，可是你开心的时候，你要带我出去玩。对，就是我们互相其实都互相在帮助，然后也在从对方身上学习。就他的强项在工作，我的强项在放松。对，我都在这个节目里面。其实真的有点像是哥哥带着弟弟，就是一起去冒险。其实我必须要讲一句公道话，静华的确我访过好几次了嘛，在一群人当中，你真的是安静的，他真的是安静的。所以在2代流浪记，他是那个讲话担纲，真的是为了弟弟。我自己也超不会讲的，但我只能碎念，然后讲自己看到的东西。那他突然就我没讲话的时候，他会突然觉得我现在要当主持人，然后就开始一个一个问大家，真的看起来很挫。就是他还要自己 cue 自己说我现在是主持人，对，然后就开始问所有我们面对的人，然后问一些看起来很奇怪的问题。你问过最奇怪的问题是什么？那一桌大概有20个人在吃饭吧，然后他一一跟这20个人一人问一句，然后大家饭都不用吃，他一人问一句，开始做访谈，他一个一个问，要大家自我介绍，然后就一个一个这样绕着，然后镜头就一个一个这样拍到20个之后，可能摄影也觉得累，大概15个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眼神已经有点涣散，我没有办法再专注，然后那个菜都冷掉了。我也不喜欢那样，我只是想说。他觉得那是他的工作内容，你就反正就是尽量有的事情做，然后大家这样可以多了解彼此啊。其实很贴心的，因为那天就是你的心情可能不太好，所以就是他就很努力的，对，还是整场撑起来的。在我们进入最后一个小环节之前，我也很好奇，因为其实我这样听下来，我觉得就是小猪你在你的戏剧作品里面的角色，其实跟你本人的个性是不一样的，因为你本人其实是一个很放松做自己的人，可是当你在进入戏剧里面的角色，那是一个全然的不同的人，他不是朱宣阳，那你要怎么样进入那个戏剧啊？这也是我思考最多的事情，也是我跟静华一直在探讨的事情。我一直觉得我那样子的方式反而是错的，对，就是他可能有时候是对的，可是对于现阶段的我反而应该要更把这个严格的东西拿掉，就是很多事情是可以失败的，这会有很多碰撞期，可能我会一直先把自己清空啊，这种感觉，这蛮抽象，这可能会聊很久。那我们下回聊。对，我们下回聊。那我们最后一个小环节，因为我觉得在这40天下来，你们也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然后在刚刚的访谈当中，其实你们都听到了对彼此很多你们第一次听到的心声。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小猪画这个样子。第一，这个是我先画那个，这是海滩，这是沙子。沙子哦，绿色的沙子。那他喜欢冲浪哦，然后我觉得他可以好好休息，他可以漂在海上，他可以躺在沙滩上或是海上休息。然后这个是珊瑚，珊瑚礁，就是这是你们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回忆吗？我们在海里面有看到很多珊瑚，但是我就觉得这个珊瑚很像缺点，也很像优点。哦，怎么说？这句话好有哲理哦。因为他觉得他一直这样工作下去，他觉得他压力很大，然后他没有觉得自己这样子的个性很好。但是我觉得珊瑚有时候也是蛮刺的，踩上去蛮痛。但是其实珊瑚是蛮漂亮的，而且它可以屹立不摇很久。然后这个是风跟浪，
那这个风跟浪，我觉得可以说是我们拍摄遇到真的非常多事情，他也经历很多事情。那我想知道，我看到他的时候，让我觉得自己其实是可以很强壮的，也成长。那这个是氧气筒、2级头，你需要的时候，或者我需要的时候，你都可以把那个2级头给我，可是我可以把那个2级头给你。天哪！非常感动哎，我觉得真的请小猪画画真的画对了，你有很多东西有的表达，其实是可以透过你的画。我听完蛮感动的，真的真的。换我，那这张画是我一直期待说，我未来可以拍一部电影，然后可以以这张画作为海报的封面设计。就是有2个人的侧脸这样，没有啊，就是这段旅程下来，其实真的，我觉得我才正式结交到这个好朋友。那我觉得这个回忆真的会陪我们很久。那我们都是要继续，还有很多挑战，会有很多我们没见过，或是更恐怖的，或是更难去做到的事情。那中间这个就是兰屿的拼板舟，对，那上面这个其实你们去了解一下，这个叫船眼，对，它是指引这艘船可以顺利回家的一个方向的一个象征。对，接下来我觉得我们一定会有很像漂流木的时候，或者是会有迷失方向的时候，对。但我觉得我们彼此可以互相提醒对方一下。哇，好棒哦！我觉得讲得非常好。那我觉得会有这么一天的。就是我们2个的海报是由我们的专业主演的电影。对，好，我们期待小猪跟俊华更多的作品。记得订阅好选择哦，打开小铃铛，拜拜，拜拜。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随时上架。我们下